在试驾之前，怎样都要给 Perodua 一个大拇指。买一辆8万块的电动车，然后每个月还要再给275块的电池租赁费用，这样加起来就等于好像买了一台11万块的电动车。看到我这个姿势吗？我只需要把我的腰往前弓起来的话，然后再把我的手这样靠着，感觉我好像在坐马桶。 我们家人在外面开车，我们也是会担心嘛，对不对？我们已经把这个全新的70迈 A410啊，双摄高清镜头的行车记录器安装上我老爸的这一台 Perodua Beza 了啦 ，Dual Channel 可以拍摄前面还有后面，而且还是一个1440p 真高清的镜头哦，而且还有 HDR 功能，不管是逆光啊，它都不会那个画面一下子过曝还是过暗。它的镜头呢是 f1.55 的超广角光圈哦，而且还搭载硬件级别的 HDR 功能，所拍摄下来的画面呢，是由他们独创的 MyColor Vivid Plus Solution。晚上的话呢，还有他们独家首创的70迈 Night O Vision， 夜间拍摄的清晰度啊，这是没话说啦。可以通过你的手机用 WiFi 跟它做连接哦。你可以用手机的70迈的 Apps 哦，来把刚刚拍到的画面拿到你的手机里面。大家可以在我的影片的左下角这边找到一个小框框哦，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直接去到70迈在马来西亚的官方网店上面查看价钱了。 这台车的售价呢是马币8万块，可是你买了这台车过后，你还要每个月还275块钱呢，是for这个电池租赁。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你花8万块买了这辆车，你每个月还要再给275块租电池，长达9年。这样给了这个电池的保护费，出去外面充电是不是不用钱了呢？在家充电是不是有什么 benefit 呢？答案是没有啊！你出去外面充电还是要还跟其他车充电一样的价钱，你在家里充电也是要还 跟其他车一样的充电费，也就是讲那个275块，我们当它是油钱来看的话啦，再加上你在外面充和家里充，综合充电费用，假如一个月是要200块啦，这样你再把200块再加这个电池保护费275块，也就是475块，这样我加打油我车不香吗？但是这台车它给的方案就是这样子，可以接受的就可以接受，不可以接受的就自然不可以接受。讲起来好像在讲废话，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完美的一台车，但是却有最适合自己的一台车。用这种购车方式，你们觉得适不适合你们呢？影片下方打上来，我要看一下选适合的跟选不适合的，它的比例是怎样。我先投给不适合一票啦，你们觉得怎样呢？有事欢迎回来 Rider 我是好 ATH 千呼万唤 Perodua QVE 这台车终于在马来西亚 launching 了啦。相信一直有在看我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去年啊跟前年我们都有去到马来西亚国际车展看了这一台车的概念车，就是那个 EMO1、EMO2 啦。这次没有在任何 EMO 了，它的名字直接改成叫做 QVE。然后这一台 QVE 的外观呢，相信很多人在网络上面都看了非常多的那个 review 了啊。不过在我们频道还是要来看一下，因为我有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这台车的外观呢，其实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感觉是有点像 Chery 的 Omoda E5， 就是那一台电动版本的 Omoda 5啦。然后因为它把它的头灯组都放在 bumper 的位，然后上面这一个呢是 DRL， 上面这一排连贯式的 DRL 其实看起来也是有一点像我的 Model Y 啦，非常硕大的一个 Perodua logo， 超级巨大。然后 bumper 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好像 honeycomb 有点像那种 diamond 形状的网格啊，看起来就是 design 而已啦，应该不太会有 aerodynamic。然后尤其是 bumper 啊，一般上我们在看一些比较熟悉的品牌的电动车啊，它的 bumper 的通风孔呢，有些是有做到电动遮蔽式的功能啊，但是这台车没有，就是直接可以看到里面的 condenser 跟 radiator， 就比较像是一般我们所认识的汽油车的方式啦。那这台车相信很多人都会问，它是什么平台啊？是不是跟 Ativa 下一样是 DNGA？ 不是哦，这个是一个全新由 Perodua 自主研发并且打造的全新平台，所以它在马来西亚甚至全世界都没有同款平台的车。如果我们拿它跟马来西亚的同样一个级距的车来做比较啦，其实就是 EMAS5。EMAS5 跟这辆车哪一辆比较大台呢？眼看是这一台比较大台，因为它的车身长度是比 EMAS5 长了3.5 cm， 什么概念？
3.5cm。那轮距方面也是比 E-MUS5 长了3cm， 什么概念？就是这样，这个就是3cm 这样子啦。但是车身宽度跟高度 E-MUS5 都会比这一台 QBE 来的大一点点啦。那这台车的车身侧面，我个人很喜欢，很有 Lexus 的感觉，尤其是这个非常高的腰线啊，看起来就很好看，很帅气。然后它的车门把手开启方式是跟 Tesla 一样的，先要把左边的位置按进去哦，然后再拉开来，然后它是机械式的隐藏式门把手，不是电动的啊，所以机械式的门把手没有什么东西好讲了咯。遇到车祸还是怎样的话，要从外打开，还是可以有这种机械结构可以打开来。那后门呢，就有点像 HRV 或者 CHR 这样子，没有门把手，门把手的位置是在 C 柱前面一点点。这个 design 让整台车从车身侧面看过去很有 coupe look。那这台车呢，官方是讲它是一台 SUV 啦，不知道为什么全世界只要是有新车发布，现在都叫 SUV 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它还是一个 hatchback 车型啦，主要是它的车身高度没有很高，然后离地间隙也不高啊，非常的低啊，就好像一般的 hatchback 车再高多一点点而已。那尾部呢，真的很好看，我很喜欢这一台 Perodua QVE 的车尾灯，它看起来就有点像新款的 Subaru BRZ 或者是 GR86 的尾灯哦。然后中间的连贯式尾灯当然不能少啦，这个是时下最流行的嘛。不过呢，尾盖方面就没有电动尾门，它的打开方式是按这个 logo 啊，就可以把它打开来，是一个电动的，只不过你有一个好像在开机械式尾门的这个动作，有点像 Volkswagen 这样。打开尾箱盖呢，我觉得这个尾箱空间确实是有 surprise 到我了，它比我想象中来的更加大，尤其是现场看。翻开这个下面的遮罩板，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充电的 cable， 还有补胎剂，没有 spare tire。不过我觉得现在的车很多都没有 spare tire了。然后后面的椅背可以从后箱看到是6/4分离啊，可以直接倒下去。很多人没有讲到的就是它的后面是用 Multi-Link 还是 Torsion Beam 啊？当然趴下来看就看得到了，这一台车它是用 Torsion Beam， 然后也可以看到非常硕大的一颗电池啊。这个电池呢是由宁德时代提供的 LFP 磷酸铁锂电池，那这个电池是52 kWh， 也就是所谓的52度电，官方宣称续航里程是400多公里，52 kWh 的电池大概也只可以走300公里左右了，确实是比较少。打开车门，马上来到它的驾驶座位啊！这一台车的驾驶座位一上车呢，就是很 Perodua 的感觉，你知道吗？这台车的外观它完全抛掉了以前 Perodua 给人家的感觉，就是那种便宜车，然后在 design 方面很简单，然后没有什么突破，没有什么亮眼的，整个外观已经把这些旧印象抛弃了。可是 interior 一上来又是那个廉价的味道。这台车的 interior 也是用了很多 hard plastic， 然后有雾银色的饰条。上半段呢，在 driver side 的前面啊是 hard plastic，passenger side 上面就是软的，可是在 passenger 前面是有一个薄薄的皮革包覆，然后有一个小荧幕，正前方也是有一个小荧幕。这个 steering wheel 真的是我觉得不美啦，上面有很多操作键，然后正中间有一个 center mark， 可是也是黑色的，以后会出 sport 版把它变红也不一定。排档方式是旋钮的，有一点像 Aura Good Cap， 然后没有天窗，可是全车 A、B、C 柱包括车顶标布都是黑色的，我觉得好看。头顶的这个空间很多人很在意，但是这台车它有一个值得赞赏的地方，就是它的左边 driver side 的电动调节椅子呢是可以调到很够力高啊，所以身材比较矮小的一些朋友啊，可能驾这台车就没有压力。你看到吗？我的头已经撞到这个车顶了，我身高170，如果是比较高的朋友，你可以把这个往下调。发出了一些怪怪的声音，调到最低是这样子啦，所以上面还有一个拳头多。身高比较高一点的朋友坐前座是没有问题，可是后座可能就有问题了。通常这种车类后座都不会太舒服啦。哇 ，OK， 好彩我没有长很高，身高170，上面又有一点镂空，所以我的头是不需要歪一边啦。坐在后座感觉还算是可以的，椅背有一点直，椅垫超级无敌短，它不止很短，它还很浅。如果我把我的脚踏平在上面的话，只有我的屁股的后半部分是在椅子上的，其他部分都悬空，受力点都在腰下面，所以这台车长途行驶，我相信坐后座肯定是不太舒服啦。不过很贴心的，它有给了这些 data lay hook， 然后前面的这个椅子中间有一个洞，这个 design 跟第3盏 brake 灯做了一个相呼应的设计啦。不过这个后座确实是蛮有压迫感的，然后有一个超级短的 armrest， 这个椅子又短 ，armrest 又短，所以很适合小孩子坐啦，后座成年人就不太适合。那相信很多人有在看新闻的话都知道，有些人他们去 shopping 啊，会糊里糊涂的把孩子留在车
车上，然后闷2、3个小时，那个孩子就原地升天了。这台车有一个功能是假如你的孩子在你的车上，即使他把背盖起来，把整个人都遮罩起来的话，你锁车过后，它是会有提醒的。所以这一点 Perodua good job。那这台车不管是在外观还是 interior 方面，都是由 Perodua 自主研发，所以我们在试驾之前怎样都要给 Perodua 一个大拇指，因为我对它的试驾体验其实完全不抱任何的期待，所以很有可能接下来看的画面就不太好看了。主要是我为什么对这台车的试驾体验比较没有信心，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轮胎，虽然它用了一个18寸的 Sport Rim Design 也很好看，但是我们讲求的不只是好看而已，还要它的实用性。电动车的扭矩一般上都会比较大，所以呢，对轮胎的这个需求啊是比较高的。这台车的轮胎用的是一个 Atlas 的轮胎，我对这个轮胎放在一辆普通燃油小车上是没有任何的意见啦。不过电动车高扭矩，我估计如果这台车是我买的话，我第一个换掉的就是轮胎。那现在我们废话少说，直接把这辆车开上路，不是在赛道上面封闭式场地我们直接把它开上路。我们会在公路上遇到其他公路使用者，就比较可以还原真实使用情况。所以现在马上把这辆车开出去体验一番 ，Let's go。OK， 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一台 Perodua QVE 的试驾环节了啦。哇，真的是很兴奋，第一次有机会可以试驾到真正由马来西亚团队所设计出来的一台 EV 车。一上车还是需要 push start。这台车呢，为了安全起见，在慢速行驶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speaker 外放，因为电动车没有声音嘛，避免那些路人在过马路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然后被这台车撞到。当然，有很大部分的电动车都有这个功能，所以这台车虽然讲它不像其他我们认识的一些电动车品牌，甚至是国产品牌，他们有的好抄功课，有的好借鉴。那这辆车呢，它真的是必须要学着做功课。OK， 这台车呢 Perodua 嘛，所以它的 signal 是在你们习惯的右手 signal。然后这台车驾起来呢，它的不管是坐姿也好，还是你摸到的所有东西都很 Perodua。开电动车呢，其实最怕的不是自己驾车，是怕载人。大部分的电动车啊，我载它都会晕车。我们这样驾了一段路啊，你觉得有那种电动车给你的感觉吗？电动晕？目前为止没有。可能也是因为我平时每天都在驾电动车，我已经大概知道怎样控制它的电门。如果是没有驾过电动车的朋友，入手这台车刚开始驾可能会比较不太习惯它的 regen 的力道，但是不要紧，这台车是可以做调整。然后因为这台车它也是一个前轮驱动嘛，前置马达，所以跟你平时驾 Myvi 也好，驾 Activa 也好，都是差不多的一个驾驶体验。讲到这里呢，其实我有一个东西要讲，比起我们熟悉的 Perodua， 这次的椅垫长度是真的长，我的大腿支撑很好，长途驾驶这个大腿支撑 OK， 不过就是发泡棉比较硬。然后这台车也比较难长途驾驶，因为你没办法，你还是要半路充电，因为它的这个电池啊，52 kWh 的电池呢，这个 NEDC 是讲有430多 km 啦，但是真正 WLTP， 甚至我们讲真实的使用场景，很可能只有大概300 km 罢了。所以如果300 km 的话，我们从 JB 去 KL， 我们不可能把它的电池走到0% 的吧？我们一定是要给自己有安全感。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每次都要长途行驶的人啊，好像我这样，这台车就不太适合了。可是如果你真的只是 City Use 啦，去接孩子上下课，去 shopping mall 买菜，绝对没有问题。大家不要再被电动车这3个字吓到了。我自己用了电动车之后，我觉得没有对于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啦。如果要讲缺点啦，就是一整一，如果硬要拿来跟同级别的对手做比较啦，好像 Atto2 啊、Dolphin 啊、E-Bus 5，就是这些级距的车，我们要做比较的话，可能在 interior 用料方面，它确实就是 Perodua 的一贯的用料，然后没有天窗，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我可以看到的是，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 这一点很好，有全景360的 camera 也很好，有内置的 dash cam， 这一点也是很值得赞赏。目前马来西亚大部分的新车都没有内置 dash cam， 所以如果你们要买 dash cam 的话，其实卖的 dash cam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啦。中间的荧幕确实是比较小，但是对我来讲也不是一个多大的影响，因为它有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然后它也有实体按键来操控冷气还有风速，这一点真的是要给 Perodua 一个赞。我这样驾了一下，我体验下来，我觉得你讲要很舒适很舒服的话，当然 EMA7 会比这台车来得更加舒服舒适，尤其是 interior 的用料啊，椅子的这个发泡棉的软硬度啊，还有整个空间感。因为这台车它怎样都还是一个 B segment 的 SUV。其实我对这辆车一开始我没有抱有任何的期待，因为它是 Perodua 自主研发的一台车，没有 rebatch 任何的日系车款或者是其他限售车款啦，所以我本来以为它给我感觉可能就是一个大学生作品啊。可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尝试了过后，
后驾下来感觉还算是不错的。我其实觉得它不像电车，我以为我在坐阿迪吧。啊，它有那种阿迪吧感觉，有音乐也是，不过它有超级无敌多这个 Piano Black， 我不喜欢，因为这 Piano Black 一定会导致在某些角度的阳光下会反光。Facelift 的时候就会改掉了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长途试驾，我们不知道它的电耗是怎么样，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试驾，然后带大家体验第一手的消息。所以接下来有机会的话，可能我们也会跟 Perodua 借这辆车深度的评测。好，今天就先这样子。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和分享出去，小铃铛呀，录下去。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live,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